大家好，最新一期 Proteus 来玩 Black Box Project 6寸冰人系列酸雨战争商周。菜和取物，领主、战旗与焊炉都配备可脱卸头盔、外骨骼装备、主副射击武器或投掷手雷。普罗透斯则拥有3把主武器与1把副武器。黑土大陆是酸雨世界中被称为最自然和谐的境地，在加尼圣团狂热教徒盗取巴别科技进行进化后，数十年来人迹罕至，未知的干扰使各种探测器失灵，航船也难以靠近，信息与外界隔绝。大小势力都曾派船队登陆，但要么人和船都神秘失踪，要么幸存回来人都莫名痴呆，短时间内死去。幸存者身上检测出多种不知名元素，甚至在体内发现一种能在人死后也继续生长的奇异物质。这些神秘的诱惑让各大势力蠢蠢欲动，其中3大物流巨头之一的新亚特兰蒂斯最为积极，因为黑土大陆是他们远东航线上最佳的中转点，征服这里不仅可以获得数十倍的利润增长，而且抢占先机，遏制竞争对手太平洋储运的发展。而那些被发现的新物质很可能在未来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黑土大陆有巴别科技的研究所，若能回收一些尖端设备和数据资料，必定能让新亚特兰蒂斯科技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新亚特兰蒂斯启动商周计划，以航运仓位和分享开发成果为诱饵，邀请盟友派出精英和威逼利诱亡命之徒参与，组建舰队探索开发这片大陆。同时，公开招募志愿者，摆脱过去的生活和身份，成为实验对象，成为船民，成为未来的首批新移民。雷恩斯代号领主是新亚特兰蒂斯应急部队处理复杂生化威胁和未知事件的顶级专家，敏锐果决如钢般坚韧，人精中透着领袖威严，曾多次用雷霆手段化解加尼圣团引发的进化危机，这让他成为英雄的同时也引来不少质疑。他对付加尼圣团的手段似乎不仅仅因为大义，更像是私仇。新阿维卡东部联邦派出的精锐代表是当前在部队中极具威望，未来最有机会被越级提拔为少校的海军陆战队少尉战旗莫洛克。他为人固执、傲慢而忠诚，以身作则的战斗方式在每场战斗中都能极大的鼓舞士气。他深知商周计划是一场豪赌，无异于自杀式行动，但黑土大陆可能隐藏着改变人类未来的秘密。为了新联邦的未来，他主动请缨加入计划。汉卢里奥斯原是新亚特兰蒂斯隐秘特殊航线上的一名雇佣兵，更准确的来说，是一名犯下累累恶行的囚犯。他天生没有痛感神经，从小被视为异类对待，极度暴躁，施展诚信，追求刺激，渴望疼痛，在未知的危险中寻找平静。加入商周计划，前往黑土大陆这样充满危险的地方，对他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乐园。普罗透斯系列是新亚特兰蒂斯为商周计划定制的多功能战术机械士兵，首批6台部署至领主雷恩斯的小队，其芯片已录入所有已知的黑土大陆档案，并能对土壤、水质、空气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及预警，尽可能规避危险，规划安全路线。不仅仅是指挥官的数据库及顾问，更是安全护卫，确保指挥官能够存活并完成任务。Kentucky, that's the place.
sun comes out. About 10 in the morning and the sun goes down. About 3 in the day and you fill your cup. Whatever bit of brew you're drinking and you spend your life just thinking of how to get away. 对于酸雨战争首批6寸商品，粉丝们伸长脖子，万众期待。玩家们都很好奇，十几年来凝练成 3.75 寸的冰人，放大到6寸，细节和玩法能有多大的提升？新规格的冰人素体会有什么惊喜？产品实际入手之后，体感大有不同。直接来说，冰人角色整体面貌相当崭新，与 3.75 寸产品线后启示录战后废土的感觉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这份扑面而来的新鲜感，也许是厂牌为6寸商品规划的新定位。新素体身形跟过往酸雨产品完全不同。如果说 3.75 寸各方实力冰人身形精瘦修长，6寸素体的手感就相当壮硕厚实，分量感溢出模具。素体表面要么覆盖防弹背心与战术腰带，要么开模复杂仿真褶皱，要么嵌套护甲护膝与战术皮靴，全身看点之多，令玩家目光应接不暇。4位角色头盔各有差异，有半透明全脸覆盖样式，有标准加厚前额护膝面罩，有垂味很重威慑力强劲的骷髅造型，有 AI 专用经典交互面具，或人或机通过零件的巧妙替换，实现了步兵单位的个性。漆面是本系列最大看点之一，可能为了迎合6寸玩家高强度把玩，产品均未采用浓厚旧化涂装，落笔集中在防弹背心与外骨骼装甲刮蹭边缘做了干扫处理。如此一来，玩家就不必担心在体验过程中蹭到一手旧化漆乃至漆面剥落的惨状。素体四肢、战术绑带、护膝军靴使用成型色塑料，简单分色。小有遗憾是洗漆与成型色分布逻辑不太自洽，此中取舍破坏了冰人的一体性。如果玩家追求战场真实性，手动渗线加阴影效果不俗。头盔外甲一印拉花，清晰准确。不同人物头盔、外骨骼、挂件上能找到不同程度的阴影装饰，好看耐看。外骨骼的联动玩法，主副武器与通用接口遮盖零件，配件体感，厂牌做到了量大管饱。枪械手雷之外，头盔也算配件的话，都能全部上身 all in one。这部分设计在我这里特别加分。客观来说，对于冰人产品规格，本品玩点是充盈的。唯二可惜的是武器没有旧化，以及缺乏战术匕首等近战武器。称量身高
商周6寸系列冰人标准身材竖体头顶6寸，戴上头盔则再高出些许。请刚才出镜孩之宝特种部队6寸冰人角色身高对比。总结而言，酸雨商周6寸首播4款冰人商品是成功的，全新扎实的竖体，清新亮丽的外观，丰富耐玩的配件，合理适中的售价，组成了本次体验全部感受。6寸冰人市场可谓红海泛紫，比较起市面上主流孩之宝 G.I. Joe、Action Force、Monster Force、Skeleton、Flash Monkey 等，亦或者中国大陆本土厂牌的挑战者们，商周系列冰人设计风味是独特且保持 IP 统一的调性，搭配起后续6寸载具，未来可期。商周 1.5 波换色商品已然大火一段时间，回头跟载具地形车一同蹲个好价。Proteus 是档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今天聊到这儿，咱下期见。